欢迎来到新兴研懂的东方 Project， 简称新东方，你们可以叫我这新人。上一期我们了解了幻想乡和月之都的基本设定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倒着讲，直接了解最新作《东方干正传》。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我操，这能玩？やばい、こいつめんどくせえな。《东方干正传》于2015年8月14日发布在 Comic Market 88上，乃官方正作第15作，而当年恰逢东方 Project 20周年。庞大的世界观、优秀的剧情、丰富的人设以及崭新的模式，使它打破了新作无人气的局面。该作除了传统模式以外，还新增了类似 I Wanna 的完美无缺模式及被击中后马上可以读档的系统，而这吸引了一大批喜欢 I Wanna 的新人接触这部作品。尽管这部作品对新人一点都不友好，正在设定文档里也建议大家多死几次，这样才比较符合剧情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就让我们一起干猪吧！字迹分别为伯利凡梦、考与魔丽莎、海林顿早苗以及灵仙目击。故事背景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林梦早苗，他们发现山上突然出现了金属制的机器人，机器人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。两人担心再这样下去，幻想乡会被完全净化，于是前去调查。另一方面，魔丽莎在家调查着灵异珠，然后灵仙过来把永宁所做的药交给林梦他们，于是四人踏上了解决异变的道路。虽然我们不可能同时使用4个字机，但在剧情上，我们一般默认他们同时一起参与了异变的解决工作。字迹们一路烧杀掳掠，胜利前行，来到妖怪之山的山路，遇到了一只兔子。这只蓝色的兔子就来自于月之都，名叫青南。青南留着蓝色卷发，身穿青色上衣，拿着一根岛年糕的岛主。他的能力是从异次元发射子弹程度的能力，隶属于月之都的地面调查部队 Eagle Rabbit。从青南的角色曲兔已着陆以及后面的一些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出对英国作家希金斯的同名小说的致敬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了解。而青南就像潜伏在英国的德国伞兵一样，在幻想乡待了好几个月，却一直没有收到进攻指令。而大部分月兔一样，他在月之都的地位很低，干着最危险的工作，拿着最低的薪水，就是一个炮灰。青南第一时间就认出了灵仙，惺惺相惜地对他说了一句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然后他就被其他人痛扁了一顿。原来当时他和其他队友都在捣年糕做团子，然后突然被自己们袭击。道理我都懂，棒子上的那头血是怎么回事？草莓味的年糕吗？青南第一时间向总部发出了紧急信号，然后被林梦抓住质问。他大声喊：“如果我告诉你基地在山上的湖边，我会被杀掉的！”自己们来到山上的湖边，早苗惊呼：“哎，这不就是我家的湖吗？”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前线基地，哎呀，这得欠了多少年的租金！逃兵、叛徒！此时，一只黄色的兔子一边吃着团子，一边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它叫灵狐。灵狐身穿橘黄色的上衣，穿着淡黄色的裤子，头上戴着褐色的贝雷帽，就连头发也是金色的。也许这就是9月的南瓜吧。他拿着竹签一直在吃手上的团子，而这与他吃团子越多变得越强程度的能力相对应。他是地面调查部队的通讯员，是青南他们的队长，但这并不能避免他成为炮灰的命运，是个高级炮灰。被击败后，他向众人诉苦，月之都的生活远不如地面愉悦，为了食物，他甚至可以放弃家乡。来我大天朝吧，我保证你会成为食物。后来他和青南真的就留在了地面上，甚至在第10届漫台中组成月兔组参赛，惊艳全场。就让我们期待他们能和灵仙一样融入到地面的生活吧。灵狐为资金们指示了前往月之都的通道，并告诉他们月之都已经被一个狂人逼到绝境，而他作为下属只知道这么多了。这个通道叫阿波罗基诺，也称第4淮安路，是月兔用来联系和来往地面与月之都的通道。资金们很不解，联系地球和月球的竟会是这个如梦境一般的世界。事实上，幻想乡和月之都都是异世界，而连接异世界的一般也会有特别的通道，比如另一个异世界。而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梦境。淮安梦及南柯梦典故源于唐代的《南柯太守传》，通过梦境，我们可以去到很多我们无法到达的异世界。而资金们在这里遇到了梦境的妖怪哆来咪 Sweet。
哆瑞咪身穿黑白相间的连衣裙，衬有黑色和白色的球状花纹。蓝发的她头戴一顶圣诞帽子，手里拿着一个泡泡，叫梦魂。当你做梦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会来到梦世界，而它就是你的灵魂在梦世界的样子。你在梦世界经历的一切，就是你的梦。梦里啥都有，无论你细不细心，你应该都会发现，它有一条尾巴。这些足以说明它的原型是墨，而在日本传说中，它是以食人的梦为生的妖怪，即食梦墨。因此，它的能力和称号都与这相关。不过这一次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们居以真身进入梦世界，而非原来的普通的灵魂。这样1、2、3，不对，哆瑞咪非常的惊喜，因为在这次异变中，他被月之都的某人委托了一个任务，而他对此是很不情愿的。他正想找人解解气，然后自己们来了，双方就重要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，并充分交换了意见。他的主题曲叫《永远的春梦》，意思上即永远的黄粱梦。然而，无论是不是黄粱美梦，你玩游戏一定会被这首歌洗脑，以至于做梦都在无限循环。这又是什么？哇，最后一张卡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，什么鬼？看都没看到，不动。好的，我操！那简单。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由于他的很多符卡都是知识符，扭不了，所以东方跟着转又名东方跟着转。スペルカードほぼ安定でも一番怖いのは通常弾幕。打败他后，他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。自己们追问他月之都的事，而他为了报复月之都，把他们送去了那里。然而事实上，月之名就在梦世界里，而林梦他们要去的月之都不过是个死城。林梦他们来到了位于月球背面的 G 不会到访的城市月之都。开头我们提到的金属制蜘蛛，实际上就是月之都制造的机器人。然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月之都给人的感觉却一点都不高科技，反而到处都是充满古风的建筑。在蒙月超中，我们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月之都究竟给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，而正也直说了，月都有一点中国风。然而，原本这个美丽繁华的城市，此时的大街上却空无一人，一片死寂。突然，知己们遇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月之明吗？他的名字就叫西神探女。西神探女留着银色短发，身穿紫色连衣裙，披着米色外套，背后长着一只羽毛翅膀。她的符卡独翼的白鹿似乎告诉了我们，她的形象原型是白鹿，所以你是单翼的天使。她的设定原型是日本神话中的天探女命，而她是一位实打实的位于月之都高层的月之明。登场时，她用其中一只手挡着嘴，欲言又止，而这恰好是由于她的能力，从口中说出便可使事态逆转程度的能力。对于某种事态，一旦经过自己的口中说出来，这个事态便会向反方向发展。无论事态发展对自己有没有利，只要他说出来，那件事就会向反方向发展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解说员不对，是祸从口出的神灵。探女也许在想，某墨不是保证了不会有其他人来到月之都的吗？林梦问他是不是侵略幻想乡的主谋，他说可以是。双方就幻想乡和月之都的和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，并最终达成了共识。原来月之都之所以要侵略幻想乡，是因为月之都对某个狂人的进攻无计可施，被逼到走投无路。于是月都的贤子们把月之都冻结了，并让月之明前往梦境避难。几个月前，探女拜托哆瑞咪在梦境复制了一个月之都，然后大部分月之明就不知不觉地被转移到梦境月都。然而几个月过去了，敌人依然盘踞在真正的月之都，而在梦境中的月之明开始发现他们住的月都是假的，是特技，是化学的成分。月之明开始发了，于是贤者们决定净化幻想乡，把那里改造成新的月之都，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西神探女。然而探女并不想和姊妹以及其他妖怪们干正面，因此她制定了另一个计划。前作东方生命录告诉了我们，某一颗灵异珠拥有神奇的力量，能够将在幻想乡流传开来的都市传说具现化，而制作那颗岩灵石的人正是探女。与此同时，探女打算让阿波罗净化阴谋论这个都市传说在幻想乡流传。这个都市传说的主要内容是，月球上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文明，而负责登月计划的 NASA 知道这一真相，并且隐藏了起来。
如果有人散播这个都市传说，那么月之都就会在幻想乡再现。呀，似乎还没等到这个计划完全实现，月都的贤者们就等不及了。于是探女只能执行原计划。探女的能力就是如此的让人捉摸不透，并且浮想联翩。而她身为月都高层之一，又怎么会在萧瑟的月之都呢？某人参考了她的能力，给出了大胆的猜测：一切交给你了。我月都120人口打对方2人口，怎么打都能赢。月图优势很大，一击 A 了上去，一击打出了。左君麦，我们撤到梦境月都吧。好，我马上离开月之都。一切交给你了。灵异珠起点，你告诉我怎么输？都市传说起点，你告诉我怎么输？月岩街大人，你听我说，不，你不用听我说。哎呀，我在月都自己一个人死定了，肯定没有人来救我。是的，探女在二社中就是被赋予了与某位专业解说类似的形象，人称西神旭东。然而，与毒奶有那么一点点细节上的不同，探女的能力更像是立 flag 的能力。探女在知己们面前说出了月都的迁都计划，那么计划就不可能实现。无论自己到底希不希望成功，知己们把永宁的计划告诉给了探女，而探女出于对月之贤者的信任，把拯救月之都的重任交给了他们。李猛他们虽然很不爽，但依然决定为了幻想乡继续出发了。探女目送众人离去，然后仰天长啸：像我这样新登场又没用的角色，一定没什么人喜欢我。这就是故事的前半段，下一集我们将探讨后半段。究竟是谁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能将不可一世的月之明逼到走投无路？永宁到底给了知己们什么药，能扭转整个局势？敌人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发动了这场战争？下一集你将会遇到一位能隔着屏幕攻击你的小妖精，一位痛恨某人成神成精的神经病，一位顶着3个球的杀马特，一场跨越1000年与3个世纪的战争。嫦娥啊，你看到了吗？